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苗栗县三义乡火焰山登山口，今天要来造访台湾百大必访步道票选第1名的火焰山步道。我已经5年没有来了。这是近年来新建的公共厕所，火焰山步道，一般人也习惯称火焰山、火焰山。 前面这里有新建的天桥，通往登山口。现在上午7点半过后，我记得清晨的天气不太好，山一还起大雾，所以有点担心待会上去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风景。 从这个路桥走过来，就直接衔接山径。一进来就遇岔路，跟我印象不太一样。我取左行，我抵达南火焰山。 也称博公冈山、博公坑山。中山高速公路跨越大安溪。 火焰山山径，环状的山径是6.4公里，差不多上爬20分钟。这里已经可以欣赏火焰山的特殊地质景观了。不过最壮观的大峡谷，大约要走1个小时才会抵达。 山区还有微微的山岚，不过还好，还看得到景观。这边有岔路，刚在登山口的右岔路，在这边与主步道衔接。这里有个小观景台，有一颗石头，可以坐休息一下。 这样的地貌，也是火焰山山名的由来。整座山像是被火烤过一般。在这边休息了一下，看风景。现在气温也渐渐回升了，所以我换上比较薄一点的外套，不然的话越走越热。已经走了1公里了，这一段就是所谓的好汉坡吧。现在又飘起毛毛雨了，跑到这里觉得穿这样子又有点冷了。这边有岔路，左边往小峡谷，所以不用犹豫了。现在道路已经不通，就直接往大峡谷。 0.5公里，我又换上厚外套了。这种天气宁热勿冷。这是苗栗县火焰山登山协会提供的医药箱。这里有岔路，左岔路通往小峡谷，不过那边的入口已经不通了。我现在走往大峡谷。 前面这里的山谷就是大峡谷，不过要爬到对面的山头，从那边俯瞰下来，才有大峡谷的壮丽风光。哦，旁边就有悬崖了。
这边已经勉强可以看出大峡谷的风光，不过最佳展望点在更上面。还是走旁侧这条山径比较安全。这是后来新辟的山径，早期山径就是走在人线上，现在要继续下行。这边左岔路有个展望点，我去看一下。这里的展望点已经不错了，大峡谷。继续前行。 最佳展望点还没有到，差不多走了100分钟，抵达最佳展望点。大峡谷。 不过我记错了，上面那边应该还有更加展望点。我现在就走人线的山径了，这段路不走人线太可惜了。我再继续往上爬。 这里算是最佳展望点，正面对着峡谷。如果只想欣赏火焰山的峡谷风光，那差不多走到这边就可以原路折返了。 来到这里，快的话70分钟，慢的话大概100分钟。那我是要继续前进小百岳火焰山，往山脚点1.5公里，约40分钟。我估计是60分钟。2公里。急救设备。 这是亚洲行上观音山杯水队公益捐赠的急救设备，感谢。抵达一处小山头，往火焰山要经过好几座这样的小山头，上上下下。不过现在变天了，一片雾茫茫。现在虽然起雾了。 不过今天老天还是有帮忙，至少让我看到大峡谷的风光。哦，雨似乎越下越大。又登上一座小山头。 看着年轻的登山客背影渐渐远去，我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继续前行。今天火焰山应该是没什么展望了，又爬上一座小山丘了。又要再往下。 2.5公里，3公里，前面是火焰山的南南部，那边有右岔路南南古道，可以绕回登山口。很多登山客在这边休息。 这是南南古道，绕回登山口。
这里有奉茶。我继续跑往火焰山。我即将登顶小百岳火焰山，这段路差不多走了55分钟，接近1个小时。登顶小百岳火焰山，海拔602公尺，山等三角点。山顶有点凄风苦雨，雨是不大，但风很大。我要继续前行，走往火焰山的北岸部。 去造访那边的一座山历史古老土地公。往北岸的这条山径，我已经17年没有走了。前方人线危险，不过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危险了。现在护栏做得很好。旁边就是悬崖。 抵达3.5公里处，这里是北安。山历史土地公依旧在，现在被照顾得更好。17年不见，土地公别来无恙。 但是我已经从中年到初老了，在这边休息一下。那接下来我就要从这边走北安古道下山，途中会跟南安古道汇合，然后绕回到登山口。这边往登山口约2.9公里，约1个小时。然后左边这边还有一条山径，往慈济茶园，约5.5公里。 3小时。我现在进入北安古道，接下来就一路下坡了。这条北安古道我以前没走过，因为17年前在山历史土地公这边根本看不清楚这条北安古道的路径，所以只好原路折返。嗨，好，你先走。哎，你先走。 走到这里，北安古道与南安古道汇合。这边的南安古道上去就通往火焰山的南安休息区。往桥下停车场还有1.9公里，继续走往桥下停车场。 走到5.5公里处，还有900公尺。我前面就接马路了，要走一段马路回到桥下停车场。这里的地名是博公坑。待会走回到登山口停车场的途中，会经过一处日本时代的博公坑驿的遗址。这是我昨天 在研究火焰山参考台湾宝图的时候，意外发现日本时代100多年前，这里曾经设有车站。后来 Google 了一下，原来博公坑驿的遗址还在，还有一些遗迹。这边道路转弯处取直行，往桥下停车场。为什么在100多年前，在博公坑这个地方会设立一座火车站呢？ 因为当时台湾纵贯铁路最后通车的路段，就是在三义跟后里之间的旧山线路段，这边就新建了9座隧道，还有3大桥梁：鱼藤平桥、内社砖桥，还有大甲溪铁桥。所以当时为了支援这边的铁路建设，所以从3叉河三义车站建了一条临时铁路到博公坑驿这里。
用来载运新建铁道的建材，所以当时博公坑驿附近就形成一处聚落，非常的热闹。不过在1908年，整个纵贯铁路完工之后，博公坑驿就从此废弃，已经100多年了，所以人去楼空，车站也几乎没有什么遗迹了。我现在正走在100多年前的铁道上，这条铁道在1908年废弃。对照台湾宝图，博公坑驿就在前面那里。火焰山山径6公里处，这附近就是台湾宝图标志的博公坑驿的位置。就是这里。这是日本时代博公坑驿的月台遗迹。在台湾纵贯铁路未全线通车之前，博公坑驿与后里驿之间有新建一条轻便铁路，作为两地之间的交通衔接。这条轻便铁路在1908年纵贯铁路全线通车之后，就遭到废弃，如今已不留任何遗迹了。这月台遗迹还蛮明显的，就在马路旁，以前应该也见过，只是不晓得是什么东西。这样的历史遗迹，至少应该立个牌子，让走过这里的游客知道这里是博公坑驿的遗址，见证了台湾纵贯铁路最后1里路的兴建工程。当年这里曾经有过的建筑，都已经不留任何遗迹了。继续走往桥下停车场，500公尺。我今天的火焰山之旅的最后1里路。这边是6.4公里处。不过离桥下停车场还有一段距离。前面有天桥，可以回到停车场。这桥梁是全新完工的，油漆未干。我回到登山口了，今天这样环绕一圈，差不多4个小时。今天的行程当然不是纯爬山，对我来说很特别的是，我造访到北安的三立石土地公，还有日本时代的博公坑驿月台遗迹，这是我觉得很特别的。那我今天的火焰山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火焰山登山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